Hello，大家好，我是林减七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哇的呢？不是，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Let It Go》也不行吗？他说。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这个是左转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网吧没有，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
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得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完这个，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唐湘玉。今年确实是有进步了啊，有成长了，居然让我来压轴了。还行。其实我这一季呢，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不敢上热搜。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特别感人，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这转变也太大了。我拿到手才发现，那是油，我吃饭的时候写的，谢谢三姨给我加油。人是改变了，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就有亲戚问我了：“你也有出息了，咋不帮衬家里呀？你没结婚没孩子的，钱都花到哪儿了？”我说：“花到女人身上了。”什么女人？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太自私了，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我开始整租了。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也不便宜的哈，比祥子那个好多了。我有阳台，但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要求特别多，问了我学历、年龄、工作，又问我几个人住。我说我单身，1个人住。她说那可不一定，谈了朋友，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我说那不会，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我带个1.8米的，头都没法抬，一抬头顶梁柱。而且他得先让我住，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但我不敢再犟了，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我特别想说，阿姨，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如果有可能，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
他说：“哎，就是怕租给了不三不四的。”我哪里不三不四的？我人五人六的。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那不得把他吓死呀！反正就是各种挑你，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就不出阁了吗？还在里边考公务员呀？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我叫内阁下台。最后我放弃了，我没有租，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回来路上啊，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就是硬气啊，就是没素质。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仪式感，打纸钱，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再烧给祖宗。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我妈就急坏了，那咋办呢？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别失信了。我说那就我来印嘛，坚决不行。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这叫什么话？我印的就是假币吗？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银行印的才算数啊！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哎，让我弟来印的。我弟当时才6岁啊，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20以内加减法还没学会，一晚上印了100多万。但其实我也参与了，我拿了一张5毛的，偷偷印点零钱，我怕祖宗花的时候抛不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弟也是一家之主，我特别羡慕，我也想有这个能力，我就开始锻炼自己，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不让我上香，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不让我上坟，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也算是磕到了，磕到了。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磕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哦，被人发现的啊，被人发现的，把李家人气坏了。你自己家没有吗？显得你孝顺呀啊！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哇，更迷惑了。我堂堂嫡长女，居然在最后一页，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我爸解释了说，哎，你以后要嫁人嘛，户口会迁出去，放最后一页方便。我直接抽出来了，我自己拿着更方便。我爸说你要造反呀，听听这个用词，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我说我没有，我只想多儿滚。我后来真去问了哈，我能不能当户主啊？说可以，但这房子得是你的，这不巧了吗？他就不可能是我的。旁边有个大哥就建议我了，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真是个好建议，我咋没想到呢？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们要是给我过户，我还用开户；长公主要是能登基，还用夺嫡呀。不夺了，我自己买了。对，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简称大女主。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但还是很高兴的。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以后从我这里单开，我给我自己当太奶，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
后代也不要紧，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也提前磕了很多头，打好关系了。别的不敢说，老李家肯定管我。好，来，谢谢，谢谢。爱情蜜。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潇。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爱看我们节目。那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我感觉脱口秀跟男团女团一样，更新换代的太快了。每年都有一波新人冒出来，在这个舞台上啊，付航已经老了，房主任正年轻啊。其实我出道也时间非常长了，9年了。马上10年了，但我也才27岁啊。谢谢。我15岁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啊。练习生生活挺辛苦的，但我很要强。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呢，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旁边还有人盯着。我不知道他是会中文还是只会思密达。打电话只说场面话，都不敢讲太私密的。这也就是当年，要放到现在，我妈每周接到一通境外来电，电话那头我跟她说，我过得挺好的，不说了，我旁边有人，我妈都得怀疑，不是要成团吗？怎么成团伙了？那有段时间呢，我也是会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说，结果我老板杜华姐就告诉我妈了，所以我现在就把杜华姐的微信备注改成了杜比音响。从此之后，我妈妈了解我的方式就是问：小杜，陈潇最近怎么样啊？我听说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也有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困扰，内心也是非常敏感脆弱的。但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有情绪都不敢直接表达，你们敢直接上台告诉全世界啊。后来我也意识到了，告诉杜华姐就是告诉全世界。但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妈妈知道了，她只会更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左腿骨折了，然后我坐着轮椅去面试的中餐厅，他们都说你这样还去啥中餐厅啊？你该去的是中医院。然后都劝我，你就剩一条好腿了，现在得好好休息。我说剩一条好腿了，我才要努力搞事业，万一要是站起来了，谁见了不得说独立女性？以前我们都是10几岁就去当练习生，然后要出道。那会儿对女团的要求就是青春靓丽，要年轻。总有人制造焦虑，说年龄到了就没有人想看你了。结果发现现在最火的女团是浪姐。我还是练早了。大家说爱豆不能早恋，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出道之后呢，很多人会对你的外貌指指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胖，然后我就减肥，好不容易瘦下来了，别人又说啊，以前那种身材多好啊。我心想，娱乐行业班味儿怎么也这么重啊，喜欢让人改回第一版。从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我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不应该身材焦虑，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少吃点管住嘴。该管住嘴的人是他们。哪怕我有段时间疯狂健身锻炼，维持最好的状态，还是会有很多营销号出来黑我。我感觉他们看我都是戴着墨镜看的。但
是现在我看开了，我去户外运动也不涂防晒了，先学会自己黑自己。我的团队说晒黑了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也会有营销号把我从黑的说成白的。我觉得舞台上演员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唯一解。像脱口秀演员就是高矮胖瘦都可以，这里审美是多元的。你看刘仁成多元啊！最后希望各位演员比赛都加油，能走到半决赛肯定都是很厉害的脱口秀练习生了。赢了当然是好事，输了也没关系，毕竟比赛也不是唯一的解。谢谢大家，我是程潇。谢谢，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我都吓一跳，我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发，你看，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的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
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啊！我爸一拿着就啊，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那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卷，再也不骗人了。”我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大。没有，我就不是南大，我是北大。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河北衡水第一中学。
节目刚播，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删了。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我没弄明白，怎么就母校了？啊，我母校不是北大吗？就这个高中班主任，他虽然也是老师，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爸爸哈西。比到半决赛，大家都疯了。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爸爸哈西。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方吃苦中苦中苦。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甚至会管发型，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长度不超过9毫米。女生运动短发，长度不能过耳。每天一放学，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老师说，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而且是理发师。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整个过程，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发型总监。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没明白。哦，9毫米就能上北大，1厘米就上不了。头发失之毫厘，成绩差之千里。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顶多是个中专。剃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命令。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我们。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在说呢，勇敢做自己，生活没那么多观众。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可能是没什么观众，全是私生饭。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远离我的生活。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垃圾学校"，全校通报批评。后来查出来了，他写的是"创造无垃圾学校"，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我写的是"垃圾学校"。当时是寄宿制的，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不会，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就会准备2床被子，一个盖，一个叠成豆腐块，放在那儿应付检查，叫样被。样被不让盖。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他们不管，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就在老师眼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呢，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剃头发、叠被子怪麻烦的，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服不服？我们说服了服了，那效果是一样的。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听话，我没去过网吧，只上过微机课。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我说不了不了，没带鞋套。
但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我这种服从惯了，反而有点迷茫。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只听得懂指令，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就不如要求我帮忙。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谢谢，就不如你给我转200。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也可以不叠被子。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一晚上手机，没事儿。我都有点崩溃了，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啊？没人管我造反了，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我去网吧。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第2天，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我觉得这太酷了，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高中万润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就把他微信删了。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除了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谢谢大家。大道说乐。朋友们好，朋友们好，真的，节目播了看了吗？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弹幕上还有人在问，他怎么来的月经啊？一个男的。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好了。我真的我少女心事太多了。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也没有上过北大，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不用紧张，她活得很好哈，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第3次，也不用紧张，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你知道吧？第1次是被汽车撞的，第2次是电瓶车，第3次是自行车。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滑板车，而且3次都是意外，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我都在想，什么意外能来3次？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孟母的家，大鱼的门，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真的，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那是我第1次不信命的时候啊。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她第1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我当时赶到医院，隔着病房的毛玻璃，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我看清楚过后，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当时把我气的，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结果我冲进去过后，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我还是大喊，我说你眼睛瞎了呀，妈！而且我18岁啊，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那个司机就说我这么一开，你妈就这么一飞。我说哦，是这么当的空姐哈，是。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他说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我说没有，我全家都在这儿了。
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你怕什么怕？怕我节奏火辣，怕医院太大，怕我太会还价。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我妈比我好一点，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谁会舍得说换就换？你挂等级太难了。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我心想这把稳了。而且都到过年了，他还在拖欠医药费。但18岁的我办法多的是，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还得是飞鹤。不得不说，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我说你有钱充黄钻，没钱给我妈。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你玩的挺大呀。”啊！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第二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你知道吗？但我没有想到过，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刮开一次，里面写着再来一次。但她第2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我已经20岁了，心态上成熟了很多。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我就发现啊，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这还好，我从小就在想办法，老子办法多的是。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谢谢，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我是当年的韩红。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我就开始拆烟，给他递烟，压着嗓子问他，我说：“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他说：“对不起，老爷。”一直给我道歉，我就带着他去交钱。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太离奇了。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太太乐了。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都辣到我的眼睛了。当时我就知道，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对吧？就那几年，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你知道吗？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我肩膀也越长越宽。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我给我妈说过，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她说写呀写呀，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她被撞了3次，居然只是完好微损。
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我现在甚至都觉得，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王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杨云。哎呀，你们真是对着我喊好帅，那儿有庞博，要不你们看看。录节目确实变化挺多，能感受到大家很热情。然后我去年为了录节目，然后还搬来了上海住，然后就会经常被问说你是哪里人，我每次都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个身世很复杂。就是我爷爷奶奶好像是江苏的，我姥姥姥爷是河南人，然后他们是逃难去的东北。我小时候在黑龙江长大的，上初中我爸妈又带我去珠海上学，但因为珠海房价很贵，我们就住在隔壁中山。我自己上大学去广州待了7、8年，现在在上海工作生活。我脱口秀俱乐部迁在杭州。感觉我这辈子就在流浪。别人问我说你哪里人，我说我吉普赛人。然后我爸妈当时刚去珠海，就是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生意贼差。因为他们为了省钱，开在了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面，完全没人。我妈说没事儿，这附近有一家中学，等开学了肯定很多学生来吃。但没有学生来我家吃饭，都在我家门口玩闹。这又不是春晚小品，闹着闹着，哎，饺子，别闹了，咱们帮阿姨包饺子。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去了广州，然后毕业之后住广州那种城中村，那种城中村的房子就是楼间距很密啊，24小时见不到太阳。你在亚热带可以感受到极夜，一个东亚家庭北欧风。就这房子中介还能吹呢，说这屋啊，以前人科住过，眼前虽然黑，但前途一片光明。推门进去那是个群租房，我说这怎么人科走了，里面还有5条人呀？哎，城中村的房子家电家具也都贼破，那破空调不好使，广州热的只能睡那种竹子凉席，每天早上起来一身美拉德反应。还有我家那破洗衣机，每次一开它就想逃跑，真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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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楼拿个快递，它都快跑到门口了。我每次要用它，就只能按着它跟它一起震。我有一次震着震着跟那个洗衣机共情了，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家，咱俩一起跑吧。我也想住在有阳台的地方。然后，而且你租房，你就算住得好，也没有什么安全感。我之前有个房子，应该住了2年多，然后我房东是一个河北大哥，他突然跟我说，他要把这个房子卖了，要回石家庄养老。我说那我咋办？他说那你要买吗？我说那我能小刀你一下吗？那段时间临时找房就贼难受，也没啥办法，每天发泄情绪。只能靠听那种很燥的摇滚乐，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然后来了上海之后，就感觉压力更大吧。你真的很难留在上海吧？那房价都10几万一平。我第一次看到上海房价，我都觉得这房子是用现金盖的吗？就人都钢筋混凝土，上海用美金人民币，就拿一沓一沓的现金砌墙，刷墙直接用黄金。墙一掉皮就给房东打电话说：“哎，这美元跟黄金怎么脱钩了呢？这人民币怎么一直往下掉啊？”有点疯啊，就是。我有朋友劝我说：“你年纪轻轻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努力挣钱，买房落户，成为一个新上海人。”我说：“哎。”我奋斗的最高目标居然是消灭自己的身份，杀死那个黑龙江人。我觉得你哪怕是移民的美籍华人，都还是个华人。你落户上海，新上海人，
我都宁可你叫我户籍黑人。而且我发现你这个身份、地方其实都可以换，但你这个胃没法换。就是我在上海最难受的时候，我最想吃的就还是东北菜，但我是以上海的物价吃东北菜，我图个啥呢？你在东北10块钱3个菜，在上海30块钱吃一韭菜盒子。我发给我妈，我妈说：“儿子，这是用啥韭菜包的呀？”我说：“用我包的。”新上海韭菜。然后我改这篇稿的时候，他们还问我说：“于翔宇，你这篇是不是想表达一种诗意的乡愁？”我说：“啥乡愁呀？我要愁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说户口、搬家、预制菜，哇，乡愁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情感。我现在看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说李白，你有阳台？你这个新长安人！谢谢你们，我是杨宇。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我这回不比赛，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我到不了这个赛段。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参加比赛，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我媳妇儿怀孕了。对。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我参加过，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就我跟你们说，我媳妇儿啊，真的没看过脱口秀。她看第1期的时候，她嘎嘎的乐，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你瘆得慌，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家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哎呀，你们节目也看了，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我太太有一点激动，看这个节目，就真的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她现在有点激动，有点不舒服。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护士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你直接给房主任打。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以后，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她说：“阎鹤祥，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我说我也是喜剧，我是相声演员。他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你怎么进前10？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就我刚一当爹，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我得演一场，我得证明一下，啊。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我跟导演组说，我先找房主任。然后导演说为啥？我说我挂他号了。然后我见着房主任，我说房主任，我说你那个第1期节目我看了，非常不错。但是啊，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但是你记住，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防不胜防嘛，是吧？然后房主任说：“严老师，您爹味儿又回来了。”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但是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呢。但是你们
就真的不知道这一年，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我说好，可以。我说给我一个手麦，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他说于谦还得用呢。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原来是耍狮子的，现在是我的脱口秀。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我1个人5分钟，就降本增效，真的。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杨小香来说脱口秀，就说你的对指点，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你要说的不好，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然后我离开封箱以后，我又去了好多卫视，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然后去春晚，我演了个 sketch。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我叫3姓家奴。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但是我这一年，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2个行业。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我说：“第一，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我说第二，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我说第三，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我说第四，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只要你有作品，你也是流量。”但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又咔咔咔，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我说我跟你们说啊，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我说那个是圣斗士。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我那个是葫芦娃呀。依然很纠结，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就直到有一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这就是我。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我被他们非法引进，恶意放生，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然后后来想，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我又看了好多，我看了小龙虾、罗非鱼，我还看了牛蛙，我说确实都很肥美，这就是。但后来觉得我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就像你们现在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但其实都不重要，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大家。哎呀，今年确实不一样了，红了现在。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流量竟是我自己，这是进半决赛很不容易，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我爱吃饭，
绝对不开玩笑。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我觉得他是最热爱美食、最纯粹的，因为他不用吃饭，但他天天吃饭。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所以说实话，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大卡，毫无压力。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我就很开心了。2碗都不让吃，好歹是个明星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我想去龙江，猪脚饭的故乡，定居下来。从那天起，只关心猪脚和酸菜。面朝大碗，春暖花开。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我太喜欢龙江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不是说于翔宇哈，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节目结束之后。说实话，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每天一出门，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跟我说：“小刘别走啊，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我说：“不行啊，小青，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都别跟我抢。没有游人城，我将不再向往生活。一个都没有发生，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该轮到我了，我相当权威。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谁能跟我比？也就毛豆可以一战。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他选了张俊。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那是。张俊，他懂汉堡吗？他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2个肉饼、2个香肠没有蔬菜。吮指原味鸡有5种，最好吃的是鸡三角。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口感绵密细腻，味道香甜醇厚。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张俊，他打开他的蛋白粉，发现是我代言的，你看他都不崩溃。哎，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他们不能找胖子，可能是我学历低吧。我听不懂，这有什么关系吗？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因为确实太大了，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胖子门窗，一家都是卖门的。
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以后进不了麦门的门了，挺难过。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在2025年，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他妈让他减肥，喝点无糖可乐。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但他也没有选我。但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我长得好，观众朋友们会选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大家都太在乎、太谨慎，有点魔怔了。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就是他跟他吃饭，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每一个口。吃个饭那里30大卡、50大卡、40大卡，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全是大卡。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他更过分，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算得我都崩溃。我说哥哥你别算了，这是烧烤，这不是高考，别算了，这道题就跟我做，姐，再来10串。我在这里说啊，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他说，哎，蒜是碳水，蒜也有热量，让我算算蒜的热量。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一会儿 AA。网上有人说，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其实我不同意。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哪怕是在形容热量，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有一次我心情很差，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坐高铁到顺德，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但不能吃，得拌上新鲜的葱丝、姜丝、芋头丝，撒上花生跟芝麻，挤上几滴柠檬汁，再浇上一圈花生油。一口下去，鱼肉的鲜甜，蔬菜的清爽，花生跟芝麻的香，柠檬汁的酸混合着油酒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那一刻，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也是那一刻，我明白，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想到这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余生，请多指教。”